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2月3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月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87.32，收盘价是188.27。那在盘中，它的最高价是到达了196.75。最低价是在182.61，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4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上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2.174亿股，与前一个交易日的成交量基本相同，叫量平。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下，并且呢要即将下穿慢线。那出现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即将要转为下行的走势。MACD 开口不变，双线是继续上行。那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多头的趋势中。好，我们来看 K 线信息。在2月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天剑线。那天剑线的特征呢是上影线很长，至少是实体的2倍以上。那实体呢在 K 线的中下部，下影线很短。那目前这样的一根天剑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并且是在相对高的一个位置。那通常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出现天剑线它是一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如果在接下来的交易日连续出现类似于天剑线的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呢，那在这个位置呢是很容易做头的。那如果在次日我们说如果出现低开盘，或者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一路下杀，如果在次日生成一根长红 K 线，那我们说将会形成一日反转向下，也就是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便可确认这是一个头部。对，但是呢如果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再出现一个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也就是说出现一根蜻蜓线，或者说是一根含有长长下影线的信号 K 线，那日后说股价的收盘价再能够站上天剑线的最高，那我们说股价后续将会出现一波新的上涨。也就是说一旦这个天剑线的最高被股价站上呢，将会瓦解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也就是瓦解股价在这个地方做头的这么一个意愿。好，以上是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2月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呢会出现上涨和回档它是有条件的。那上涨我们预测收盘价会在191附近。对，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收盘价会在175，也就是出现回档。那第二个可能呢是股价会出现平盘，收盘价会收在182附近。对，那实际在2月2日当日收盘价是在188.27，出现了上涨。那我们预测的上涨的点位和实际的收盘点位相差比较多。但是呢我们预测的这个上涨在盘中的走势和
收盘价的点位与实际发生的是，我们说收盘价点位的性质与实际发生是基本相同的，也就是说，在盘中啊，股价没有低于182，并且呢，收盘价超过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也就是我们在前一期视频提到的这个前高184附近是一个重压力，并且呢，在上方是191到200是遇到了压力，对，也就是这个走势是完全相同的。那不同的是，股价在上方遇到压力的时候，并没有收盘在高位，而是收在了目前的这个188附近，然后呢，留下了长长的上影线。对，那我们刚才从 K 线信息的解读啊，说这样的一个 K 线，它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分析股价的回档或者是下行。好，那我们说，对于2月3日来说，股价如果回档下行，或者说是对于今后几个交易日来说，股价回档的目标依然是1月31日这根齐涨 K 线，也就是这个连续3个绿 K 齐涨 K 线的最低是在163附近。对，这是股价回档或下行的第一个目标。那在达到这第一个目标之前啊，我们会看到5日均线值、10日均线值都会成为支撑。那对于2月3日来说，5日均线值是在176到182之间，对，我们测算是在这个范围内。然后呢，我们会看到还会有一个支撑，就是2月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170附近。然后我们也会看到10日均线值啊，在2月3日将会提升到这个163之上，我们测算是在165到168之间。也就是说，股价出现回档啊，我们说会有这3个位置，对。那么我们来看，我们继续来看上方，也就是说，在当日2月2日生成的这个含长长上影线的这么一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啊，我们说在191，就是现在来看，在191到200之间呢，是有空单布局的。对，那为什么说是会有空单的布局呢？也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当日的分时图，这是盘中时分。那我们会看到，在午盘之后啊，从195这个位置，股价是被一路下杀的，一直到当日的最低。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一个下杀呢，除了抛售以外，一定是我们推断是有空单的布局的。好，我们回到日 K 线图。那有空单的布局呢，我们说在目前的这个收盘价，也就是188附近呢，会继续有空单的进入。对，所以说呢，对于空单来说，它的目标就是要到达这个163的目标，但在这期间还会有我们说的这几个支撑位。我们先把这个水平线加上，对，我们先加一条水平线，是5日均线值的下限，在176附近。好，我们把它变成红颜色线，然后呢，我们再加一条线，我们移动现有的这个水平线，我们把这条线呢放在165附近。好，
那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那空单进场，那股价回档下面176、165，包括163都会成为这个空单的叫做目标。那我们说啊，下方的这个第一个目标啊，163啊，它将是一个是一个强支撑。那为什么呢？因为多头会守在这个位置，因为163如果是被跌破呢，那我们说目前的这个多头的架构呢，可能会被瓦解，对。所以我们说，股价在完成这个第一个目标之前，我们要特别关注176、165，当然还有163。好，那我们再补充说明一下，这个170也是一个位置。好，那我们说，如果股价完成了第一个目标，跌破了163，从而瓦解了这样的一个多头的趋势，那我们说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和跌破这条趋势线。那我们说这个缺口和趋势线啊，它都是是比163呢更强的支撑，对的。因为一旦我们来具体来分析一下，因为一旦这个缺口被跌破呢，我们说对于2月3日来说，20日均线值啊能够提升到144到146，对，也就是20日均线值会提升到这个缺口。也就是说，在今后的几个交易日啊，这个20日均线值会会到达缺口之内。所以说，股价后续如果跌破了这样的一个跌破了这个缺口呢，那一定也会跌破这个20日均线值。我们说，对于 K 线技术来说，在多头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当中，股价出现回档，一旦跌破了20日均线值呢，我们说，那么股价将会有转为空头的一个意愿，对。那我们说这个地方将是一个比较硬的支撑，对。那我们会看到这地方还有一个趋势线，那缺口如果被跌破之后，一定也跌破了这条趋势线。那趋势线如果被跌破，我们在这里讲的趋势线被跌破，是指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例如对于2月2日来说，趋势线和当日 K 线交点是在150这个地方，对，也就是在接下来的交易日，如果这个收盘价跌破了趋势线，它将瓦解这个底高的第二个底，也就是瓦解1月13日的这个底。那瓦解这个底会造成什么呢？那这个底就被瓦解之后，那我们画这个趋势线，如果出现新的底，那我们就会要找新的低点。那这样一来，这个趋势线的角度将会变小。那趋势线的角度变小，如果再被跌破呢？我们说，这个趋势线会越来越低，直到股价出现头低的空头趋势为止。那么股价会转为空头。对，好，我们把这条趋势线恢复到1月13号的这个最低。对，所以我们说目前股价如果下跌到这个我们定义的这第二个目标啊，我们说它将更为关键。那第二个目标被跌破，那股价将会转为一个空头趋势。好，那一旦我们说股价后续转为空头趋势呢，那接下来的目标我们会看到下方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个1月6日的最低101.81，就是要建立空头，就是要出现新低。对，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股价的回档和下行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股价的上行。那股价的上行的目标，目前我们依然认为就是198.92，是2022年12月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那我们说，如果股价
后续能够收盘价站上这个位置呢，那我们说从 K 线图的形态上来说，那么多头趋势将会被建立。那一旦这个多头趋势被建立呢，我们说股价将会出现一波新的上涨。那好，那我们再来看，我们说从目前股价的上涨，我们说这个第一个目标在这个位置，也就是从2月2日的最高是196.75到200关口啊，在这个位置，我们认为现在是多空双方的一个焦点。对，那我们刚刚在之前也提到了，说在这个位置是有空单布局的，因为在盘中我们刚才也看到分时图了，是在午盘之后出现了下杀。对，那我们认为出现这样的现象，一定是有空单布局的。那么对，所以我们说，如果第一个目标上行第一个目标，如果收盘价站上这第一个目标啊，将会瓦解在这个地方的空单布局。所以我们说站上这第一个目标呢，股价会出现进一步的上涨。对，所以对于上行的第一个目标，目前我们要特别关注这个区域，就是关键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既容易做头使股价反转向下，那也容易站上这个位置之后，然后再出现进一步的上涨，也就出现新的一轮的上涨。对，那一旦出现新的一轮的上涨呢，我们说上方的目标就是这条水平线是237.395，是2022年11月1日的最高。对，那对于这第二个目标呢，我们等股价站上200关口之后呢，我们再来讨论。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对于2月3日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几个点位。下方我们要特别关注176、165和163。对，因为我们要关注股价如果出现因为我们说在200关口有空单布局，那出现这样的一个长长的上影线啊，在2月2日收盘这个地方啊，也会有空单布局。对，所以说我们会看到，我们要关注下方的这几个点，说在哪个点位股价能够得到支撑。对，那上方呢，我们就是要关注前高，2月2日这根 K 线最高是在197附近。这是我们在日内要关注的几个点位。那目前呢，我们说后续股价如果不向上突破200，也不向下跌破163呢，我们认为股价也很有可能在这个区间内进行横盘。对，好，以上是我们对股价后续走势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操作的规律。好，我们依然来回顾，说在1月17日131有进场，然后在143有加仓，在160有加仓，在177.9可能会有加仓，然后我们在这个2月1日的这个收盘181附近也提到了加仓的建议。那我们说，如果是一路这样操作上来呢，目前守停损，目前停利，我们依然是守5日均线值。5日均线值我们刚刚说了，就是这条水平线，176到182，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股价跌破了176，对于这样的建仓操作，如果想要停利，就要出场。对，那如果说我们不想停利，我们认为它可能会回档，会有新的一波的
更进一步的上涨，那么我们在下方要守止损，对，守止损，因为这样我们在前面视频提到过，这样的一轮建仓加仓啊，成本应该是在150附近，如果在这个地方有加仓呢，可能成本还会升高，所以对于这样操作，不停利，我们说继续等待回档，那我们守止损要设在163这个水平线，因为在前一期视频我们对于这样的操作啊，说守止损是守在154缺口的上沿，那么到今天呢，我们将把这个止损位要提升，也就是上升到163，对，那为什么要守在163呢？我们说，守在163，对于2月3日来说，那我们可以看到10日均线值啊，将会是在165到168之间。那10日均线值会成为支撑，因为股价回踩了2次5均，如果继续想回档呢，它一定是要回踩10日均线值，所以止损位设在这个163呢，我们认为是比较合理的。对，在这里我们想再次强调，它不是盘中的操作，而是收盘之后，如果跌破了163，那将要这一波的操作将要止损出场。对，好，那这是对于这样的操作。那么对于其他的进场点位，例如比如说一直没有建仓，我们说在这个地方有建仓，或者说呢甚至是在2月1日我们也提出了建仓的建议，对，我们提的是技术上的建仓的建议，对，那我们说目前所持的仓位呢，并没有盈利，或者说是盈利非常的少。那对于其他的进场点，目前有持仓，我们要说的是守停损，而不是停利。那停损的位置我们要设在169。这个169呢，我们指的是2月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对，169。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在前一期视频说了，对于2月1日说这根 K 线的收盘超过前高有量增，那么这是技术上的进场点。那通常技术上的进场点呢，我们守的是当日 K 线的最低，所以股价运行到2月2日，我们来看，股价是上升的。那股价上升，由于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变盘信号 K 线呢，所以我们要谨防它回档。那我们的这个止损位依然留在2月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当然，在这个地方建仓或在这个地方建仓，我们依然说守停损要守在169。好，这是我们对多头操作的技术上的建议，对，或者说是规律的介绍。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空头。我们刚刚说了，在这个地方会有空单的布局，对。然后呢，对于空头操作，那有可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变盘信号 K 线啊，这个收盘价的地方有可能会有进一步的空单的建仓，那么空单在这个地方建仓，我们会看到它的目标位一定是下方的176和165，对，要跌破5均，跌破10均。对，那么在这个地方建立的空单呢，它的回补位一定是在这个区域。对，所以空单是这样操作的。
那在这里呢，我们并不是做技术上这个空单建仓的建议，而是我们要了解出现这样一个变盘信号 K 线会有空单进场。对，那会有空单进场呢，那我们就要关注股价后续运行是否能够突破这个空单的回补位。那一旦突破这个空单的回补位啊，我们说股价将会有新的一波的上涨行情。对，那否则我们要看，就是说空单会一路下杀，我们要看多方想要在哪个位置对支撑住这个股价。对，所以比如说例如我们分析的是否多单会在165要撑住股价，或者说是更低的位置。对，所以对于空单的操作，我们只是用来来做分析，并不是操作的建议。好，由于内容比较多哈，可能我需要再看看有哪个点还要去说。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2月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到200关口，是196.75到200，这是第一个压力位。第二个压力位我们给出一个是211，是当日 K 线和125日均线值的交点。接下来的压力我们可以看是237。实际上我们今天只给出2个压力，我们特别关注的是200关口。对，好，那我们再来看支撑。支撑首先到来的是5日均线值，是176到182之间。第二个支撑是我们要从165到170，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165到178，我们和2月1日的这根 K 线的最低合并，也就是说是从165一直到170，这是第二个支撑。第三个支撑就是这个163，这是强支撑。对，然后再向下的支撑呢，我们说是这个缺口，包括20日均线值是在144到154。好，这是接下来的支撑。支撑我们是给出了4个区域。那接下来我们来给出2月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我们依然给出2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对，如果是出现横盘，它将是一个低开盘，或者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78，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191，收盘会收在185附近。那我们说的这个横盘啊，实际上是较前一日来说是横盘向下。对，也就是说这个收盘价不低于前一日 K 线的最低啊。在这里我们想说明一下横盘的概念。好，那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要给出2个方向，一个是上涨，一个是回档。那它们都是有条件的。那如果是上涨呢，它将是一个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8，上方最高会到达200.50，收盘价会收在198附近。那出现这样的上涨呢，它的条件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6的。满足了这2个条件，才会出现收盘在198的这样的一个上涨。我们说这样的一个上涨呢是过前高，也就是说预示着股价会继续上行。
好，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那出现回档呢，它将是低开盘，甚至可能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然后股价在盘中最高会到达185，在这个位置，然后最低下方会回踩到170，收盘会收在172附近，在这个位置。那它的条件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并且呢，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过185的。如果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回档。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2月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